苍野满阁凭烛观月色。穆玄林，愿今生还在与你成我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。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尽了缄默。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紧随我缘尽世间的花火。我心偏以你放若桃花渐多。历经过闲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。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，风华灼灼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先生，我冷。穆玄灵，撑住，撑过3日。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你醒了？又要维持我的生机，又要处理公务，3日3夜不合眼，你就不怕累死啊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要多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啊！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。魔功散尽，为什么我还能活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命不该绝罢了。你不想告诉我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不简单。我曾经好像问过你，如果我愿意散尽魔功，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现在好像有答案了。怎么办呢？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，专断徇私的名你担了。不过我名声本来就很差，
也不介意再差一点。但你就亏大了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赔了一身清白。不如你索性把我得了吧，好弥补点损失。身体才刚好转，嘴巴就不老实。那你就老实吗？法相寿命1000年，灵族寿命1000年。你判我囚禁雍雪城1000年，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想用余生护我？碰巧罢了。你会给我带锁灵环吗？不会。那你会给我下禁制吗？也不会。那你打算怎么求助我啊？你既已好转，明日下山。你要赶我走？带你去看人间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穆玄灵，想不到你也会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时候。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虚夜说的果然不错。唉，情爱误我啊。听弟子说，尊者近此多日，终于愿意告诉我，为何道心崩毁了。几年前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让我有心魔的人。谁？修仙阁主。魔是除不尽的。但尊者可有想过，世间万法为何只有你玄天门的道法才能够指引世人消弭心魔？可见天降大任于玄天门。若人人拜入玄天门中，以严咒照心见性，恢复本我，不再有私欲，不再受求不得之苦，那世间便没有爱憎，也自然没有心魔。你便真的醒了。我本想忘记这番话，可不知为何，我越想忘记，便越忘不掉。日夜轮转，春秋更替，他的这番话，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的耳畔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他的指引是对的。所以你勾结修仙阁和暗族，想要扩张玄天门的实力，让天下人都拜于玄天门的门下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尊者想要人人都依玄天门的道而行，可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？若他们宁可有爱恨别离、受求不得之苦，沉沦在欲望中呢？你想要他们行玄天门的道，他们行得了几时？心中难道不会有怨恨？如今玄天门门人众多，又有几个真的像尊者说的那样，得以超脱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世间再无心魔？我曾认为，魔由心生，是人的影子。阴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我们活在了阳光之下。金乌东升，西落则阴长，烈日当空则阴短。真正的除魔手段，是创建一个煌煌盛世、海晏河清、人人得以安居长乐之所。心魔，自无寄生之处。
可这煌煌盛世，该如何成就，却是万古的难题啊！我所见越多，越觉得眼下人族走错了路。仙盟之下，人族的生活越发安稳富足。然而与之相对，灵族却被驱赶至苦寒之地，或陷于奴役压迫，满怀仇恨。指一方绝对主宰之势，未必是他方安居之所。所以眼下该做的，不是以杀止杀，而是要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共存，和而不同。多谢城主解我之惑。眼下我有3件事情，需要知道答案。城主请讲。第一件事，修仙阁主何在？我不知。第二件事，仙盟各派到达雍血城当夜，我曾遭人袭击，那人身着黑衣，还蒙着面，修为在元婴之上，法相之下，应是修仙阁的人。他是谁？修仙阁主座下有一名最信任的使者，正是元婴之上，不过他的脸庞一直隐藏在蒙面黑巾之下。我并不知晓他是谁，恕我帮不上忙。城主，该讲第3件事情了。第3件事，答案在尊者。仙盟此劫，如今种种错皆在于我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如今师兄永逝，我又身负重罪，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千年以来抵御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暗域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尘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尘的修行。可谢雪尘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荣渊底下，她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师傅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！他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傅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
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，我们这些正派人士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，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灵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灵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眼睛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我的命就这么贱。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灵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灵，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穆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擅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二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
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肌散？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。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，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。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理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